咱们今天来聊聊中国这盘大棋。说真的，看着这些数据，我都替中国的青年人感到心酸。官老爷们天天喊着什么内循环、共同富裕，结果倒好，1222万应届生连个稳定工作都找不到，只能去送外卖。我给大家算个账啊，2025年的毕业生人数将创下新高，1222万，比今年又多了43万人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北京、上海2个超级城市的常住人口加起来也就5000多万，你这一届毕业生就占了将近1/4。这么多人往哪安置？最搞笑的是，现在的大学生读了19年书，熬了19年夜，最后干什么去了？去送外卖。这哪是什么灵活就业啊，这分明是被灵活。再看看官方数据，青年失业率连续4个月维持在17%以上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这还是美化过的数字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送外卖、跑滴滴的年轻人在统计口径里都算就业了。这17%只是冰山一角啊！国际资本都看不下去了，今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可能是30多年来首次净流出。IBM 都关闭了在中国的2个研发中心，裁掉上千人。日产汽车也在收缩业务。你说这些国际大厂为什么要走？还不是看透了中国经济的虚火。而更讽刺的是，在这种经济形势下，中国对外投资反而在疯狂增长，今年流出总额高达1430亿美元。这是什么逻辑？国内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，资金却在往外流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可惜啊，现在是肥水全流外人田了。最近的几起校园暴力事件更是触目惊心。江苏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那个毕业生，就因为考试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，加上对实习报酬不满，回校行凶，造成8死17伤。第二天，广东工业大学又发生伤人事件。这哪是偶然？这是必然。这是把年轻人逼到绝路的结果。这些就是被逼出来的。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现在的薪资水平已经突破了现代人类生活所需的底线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最近北京一纸公告，可以说是给海外留学生当头一棒。2025年的选调政策里明确说了，留学生不能参加定向选调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花几百万去国外读书，回来连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了。我给大家捋一捋这个政策有多狠。首先，留学生被完全排除在定向选调之外，只能报考优培计划。你要问这2个有什么区别？定向选调是铁饭碗，是公务员编制；优培计划是事业编制，待遇差很多。而且，就算你想考这个优培计划，条件也苛刻的吓人，必须是国内双一流本科毕业，然后去世界排名前100的国外大学读硕士，而且必须是应届毕业生。翻译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在国外读了本科，哪怕是哈佛耶鲁，在北京也不好使了。这可是北京啊，一直被视为全国的风向标城市。这一锤直接把多少海归的考公梦打碎了。我们来看看具体数据。据2023海外留学人才就业报告显示，约84%的留学生毕业后打算回国就业。这些人回来要跟谁竞争？要跟1000多万国内毕业生抢饭碗。北京每年大约有7000名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，其中超过55%选择美国。为了满足这个需求，北京现在有120多所国际学校，20多所公立学校开设了国际部。2024年还新增了6所国际化学校。但是现在呢？这些家长投资的镀金路子突然就被堵死了。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，越来越多家长在喊冤几百万留学费打了水漂，孩子回国月薪才几千块。
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：保洁阿姨辛辛苦苦把女儿培养到大学毕业，结果和女儿成了同事。这段子现在变成了现实。更有趣的是，一批留学生都表示他们不打算回国了。一位学医的留学生直言，在美国医生年薪10几万美元是标配，在中国能拿到这个数的凤毛麟角。他说他身边的同学，除非是家里特别有钱不愁工作，否则基本都在想办法留在国外。有的人找不到工作，甚至愿意花大价钱找中介公司帮忙申请工作签证，就是不愿意回国卷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些年轻人亲眼看到了全球化退潮下的中国经济。IBM 关闭研发中心，裁员上千人；日产汽车收缩业务，连外商直接投资都可能出现30多年来首次净流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还敢回来创业？最讽刺的是，我看到一条评论：下一步该鼓励大学生去农村种地了。这不是开玩笑，而是预言。现在的中国真的在逼着这些高学历人才要么离开，要么向下流动。这不是段子，这是真事。就在最近，中国的国家发改委、教育部等5个部门联合发文，要求各省增设家政专科，还说要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进入家政行业。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，还以为是段子手写的讽刺文章，结果居然是官方文件。来，我给大家算笔账。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念到大学，整整19年，家里砸进去几10万的教育投资，学了英语、计算机、管理学，结果你告诉他们去跟大妈抢保姆市场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但更魔幻的是，官老爷们还给出了具体指标，每年要培训家政从业人员30万人次，培训师资3万人次，职业经理人1万人次。每个省还得建至少一个职业教育高水平现代家政类专业群，全国还要建2个以上的国家级职业教育高水平现代家政类专业群。听听这些冠冕堂皇的名字，我都替他们臊得慌。这不就是把保姆说的高大上一点吗？一个月7、8千块的工作，你搞得跟什么高精尖人才培养计划似的。最近在社交平台上，很多00后职场新人的经历让人心酸。有人发帖说自己投了150份简历，已经算少的了。不少人评论说他们投了200到400份简历，有的面试到第6轮还被刷掉。而现在官老爷们跟这些拼命找工作的年轻人说，干脆去做家政服务吧。一个网友说的特别扎心，除非家境困难，否则1、2本大学毕业生投入家政，尤其是低端的保洁行业，这不是把高等教育当儿戏吗？你说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从小到大读了10几年书，连面试机会都难求，现在直接让他们去跟大妈抢保姆市场，这不是在开玩笑吗？更讽刺的是，看看网友们的评论。有人说，保洁阿姨辛苦把女儿培养到大学毕业，结果母女俩成了同事。还有人算了笔账，广州每天跑2单，1个月不休息，到手最多7000块，比牛马还牛马。这就是官老爷们给年轻人规划的美好未来。有经济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分明就是当权者想把青年失业率超过17%的锅甩给年轻人。说白了，他们的逻辑是，不是我们没给你们提供好工作，而是你们眼高手低，连家政行业都瞧不起。可问题是，现在连中产阶级都在疯狂消费降级了，房贷都还不起了，谁还有余钱请保姆？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按照这个思路，下一步是不是该号召大学生都回农村种地了？我看啊，官老爷们是想把上山下乡运动重启一遍，只不过这次不是政治运动，而是经济运动。说到底，他们就是想把经济失败的责任推给年轻人看，我们给你们那么多就业机会，都是你们不要。先是鼓励大学生送外卖，后来说去工厂打螺丝也挺好，现在又让人家去做保洁。我就纳了闷了，
你说现在的大学文凭是不是变成一张废纸了？那些补课花了30多万的家长，那些砸锅卖铁送孩子留学的父母，看到这些政策得多心寒啊！最后，我想说一句，年轻人的出路真的不该是这样。上万亿的维稳经费用在哪儿了？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扶持一下创业？为什么不能改善一下营商环境？说到底，官老爷们只会甩锅，却不愿意真正解决问题。所以啊，不是大学生不够努力，而是整个体制出了问题。在这样的体制下，不管你学历多高，最后都可能沦为高学历保姆。这就是今天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真实处境。